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给家用的菜谱做围边的。在景观设计当中，这个菜谱的围边和一般花园的围边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菜谱的围边呢，也叫做 raised bed， 它呢比较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菜谱里面呢需要放很多非常有营养的腐殖土，所以呢它需要高出这个花园外面的地面。在我个人来说呢，我比较喜欢低一点的这种花园的围边，因为这样呢非常有现代感和整体感。而太高的花园围边呢，往往呢会阻挡视线，显得呢整个的景观呢不够开阔。但尽管如此呢，花园的围边还是要做的比一般的围边要高一些的。我呢选择了2英寸乘6英寸的木板来做这种围边。其实这个相对于蔬菜园的围边来说呢，已经是最低的一种选择了。我做的这个蔬菜园有大概15英尺长，2英尺半那么宽。长的一边我是用2根8英尺长的2×6的板材把它结合在一起，有一边呢钉在这个篱笆的立柱上面，而另一边呢我准备把它固定在8个2×4的一个小地桩上面。这个结合的方式呢仍然是 lap joint， 就是一边各裁掉一半的厚度，然后呢用胶把它粘合在一起，然后再上螺钉。由于这个板材接到一起以后非常的长，所以呢要确保呢它处在一条直线上，所以我用2根木板呢在侧面把它固定住，然后用夹子把它夹紧。额外的胶要及时的把它清理掉，不然等它干了以后呢就非常难于把它去除。这2根板材呢，有一根是老的板材，有一根是我新买的，所以呢色差比较大。一般这种木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颜色都会不断的加深。好，现在呢，我准备用2×4的木材咔出8个地桩。这8个地桩呢，我准备把它 set 在这个泥土里面，然后用它来 hold 住这个蔬菜园的围边。这个是老的围边，非常的不美观。旁边的一行小砖呢，
它的作用呢实际上是方便你剪草用的，叫做 lawn strip。实际上当时呢，铺设的不是很专业，所以很多杂草长出来。而这个围边呢，就是2根木材，把它放在那儿，所以呢非常容易变形。它变形走位的话呢，这在观感上就会大打折扣。现在我用小木条，每隔2尺标注了这个地桩的位置。然后我用这种 hole digger， 就挖洞的铲子，用来挖出8个1尺深的小洞。这个地桩呢，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2根螺钉就可以把它钉在木板上，但是我不准备这么做。另外在顶部呢，我给它切了大概30度的斜角。这个呢，一来是为了美观，另外也是为了防止冬天在上面积雪。我女儿也兴致勃勃地赶来帮忙。现在呢，这个外面的这一条围边就算做好了，一共有接近16尺长。好，刚好放进这个洞里面。这个围边呢，后来我发现呢，我在设计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失误，因为考虑到如果把它做水平的话呢，那么这个2×6呢，就是厚度有点不够，就不足以去遮盖住这个花园的菜园的这个底部，有一些土壤会露出来。户外的景观呢，设计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它的地呢是不平的，而你这个蔬菜园呢，你在做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呢，就是4个边是处在一个水平的状态，这样呢，在视觉上会比较好看。但所以呢，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板呢的底部没有办法完全遮盖这个土壤。不过呢，我下面会再做一期视频，就是怎么样重新铺设外面的一个叫做 lawn strip 那一排小砖，因为之前铺的非常不专业，我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而在铺这一行小砖之前呢，我又重新解决了这个有一些土壤露出来的问题。那么在下一期视频当中呢，会给大家推出，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好的，这一期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如果您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请给我一个 thumb up。我们下次再见。